这下 iPad mini 有对手了。嘿嘿，我是小黑黑，这期的状态有点差，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才拔完3颗痣，所以不仅疼，脸还肿，而且咬字现在有点困难。但我是要摘掉季更 UP 主头衔，坚持为大家带来黑系列的更新，所以大家给个3连来表扬我这种黑黑的精神，不过分吧？那在之前的黑科技我说过，1+7上的升降前置摄像头给我很未来的感觉。2年之后，我需要更新一下，这个才是科技未来感的新定义。今天三星用2款折叠屏手机取代 Note 1年1度的发布会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毕竟为 Note 创造的 Phablet、Phone 和 Tablet 合成词，彰显了三星在这个大屏手机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。10年之后 ，Note 走下神坛，还是稍微有点可惜的。这次新发布的2款折叠屏手机，我个人认为 Z Flip 更适合女生使用，因为目前折叠屏手机十分的小众。如果看见一个女生用 Z Flip 的话，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行了，咱们别跑题了。那在黑科技这里，我们肯定是 go big or go home， 所以为大家带来3代 Z Fold 的初测，看看新进的 Z Fold 是否可以完美取代 Note 系列。Let's get it。先为大家做个简单的开箱，包装采用了简约大气的纯黑盒，在正面有一个大大双拼色的 Z， 乍一看会给人龙珠 Z 限定合作款的错觉。盒里除了 Fold 说明书还有充电线就没了，三星跟随了苹果的脚步，把充电器给砍了。那你倒是补我一个 S Pen 呢？这盒里放不下充电器我懂，但能放下 S Pen， 何止我自己花钱来买这个 S Pen？ 这就是一个字：低情商的表现。在上手 Fold 之前，我们先说大家关心的价格。好消息是 Fold 3比前2代要便宜200刀，坏消息是它依然不便宜。像我这台顶配512G 的陨石黑指纹收集器，在北美这里的价格是1900刀裸机，加一个50刀的 S Pen， 再加上税就奔2100刀去了，还是比国内稍微便宜点。国内裸机价格在15000这样，所以我觉得 Fold 目前定位是手机界的奢侈品，有这个钱你可以买一个 iPhone 13 Pro 加一个 iPad Pro， 太不香了。不过你应该知道这里有一个但是，否则为什么要做这些黑科技呢？对吧？如果钱不是问题，那我告诉你，3代 Fold 还是非常有魅力的。当我捧起 Fold 的瞬间，我感觉整个世界，好吧，它没有任何变化，但这不是重点。纯金属边框、超大折叠内屏，还有磨砂质感的玻璃背板，突然 Fold 是不是就香了？但我们要保持理性，目前阶段还是2000刀更香。玩笑归玩笑，这次的 Fold 3，通过这个3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已经是盖乐世折叠系列的第3代了。我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，直接跳过了 Fold 1、2、2代，还算是比较明智的。尤其是1代的 Fold 出现了折叠内屏，仅在使用1天之后就GG的这种质量问题，说明1代 Fold 绝对是三星用来试水的产品。经过2年的打怪升级，这一次的 Fold 3，不管是在材质还是做工方面，都是让我有些惊喜的。首先，全新的装甲铝框架结构不仅减轻了整机重量，而且更加坚固耐用，上手非常硬朗，完全没有弱不禁风的感觉。这手感不输 Ultra 的不锈钢边框。而且 Fold 3是第一台通过了 IPX8 标准的折叠屏手机，意味着 Fold 3可以在1.5米深的水里待上30分钟，但是它并不防尘或者海水，所以请别带它去沙滩肆意玩耍。另外，整机的耐用性攻克难点。屏幕的折叠部分 ，Fold 3主屏幕这次使用了增强型的 UTG 制成 ，UTG 是 Ultra Thin Glass 的缩写，就是超薄柔性玻璃。据三星说，这次的增强型面板配合保护膜，使耐用性和上一代相比提升了80%，前提是你不能撕掉这个保护膜。三星也在这次的新机设置首页中给予了提醒，请大家务必牢记。来到外屏 ，Fold 3也自带保护膜，但外屏的保护膜仅使用1天之后，我是把 Fold 3的外屏不小心放在了充电线的接口上，对，就是这根充电线，拿起来就已经有划痕了，所以这部手机使用起来还是需要格外小心。除了做工和耐用性的提升之外，
Fold 3重中之重的卖点就是这个硕大的7.6英寸120赫兹高刷折叠屏了。打开折叠屏的 Fold 有多大呢？这里给大家一个参照，和我的 Kindle Oasis 相比稍微小一圈。大家仔细点还可以看到，在屏幕右侧上下方放置了2条胶垫，是用来减轻合屏时两侧屏幕的撞击，非常贴心。至于使用体验方面，我原以为这个7.6英寸的大屏是个噱头，但是我错了，它用起来是真的香。让一部手机有了平板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在我看来秒杀 Note 的使用体验。首先，全屏网页浏览，在这方面 Fold 绝对吊打任何一部手机，更别提包地 Flip 了。想知道 Flip 浏览网页是什么感觉吗？很简单，关上内屏，用外屏就好了。我承认这里稍微有一丢丢夸张，但我觉得大家都能 get 到我的点，对吧？使用 Fold 来看视频的话，那更是爽歪歪。这里还分2种模式。第一，竖屏模式，给大家和我的 iPhone 12 Pro Max 对比一下，是不是吊打？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自己的答案了。如果你说就这，先别急，我们再来看看横屏模式。对于 iPhone 横屏模式其实就是全屏模式，如果你想发评论这种操作的话，就必须要回到竖屏模式。那我们来看看 Fold 的竖屏，你可以在这里悠哉悠哉的边看视频边评论，是不是有 iPad 的即视感了？但请不要忘记，这是一部手机哦。刷刷。不仅如此，我们 Fold 的竖屏还有另外一种模式 Flex Mode。当你把内屏稍微折叠起来，这时候 Fold 可以坐着自动把上下屏分开，上屏用来播放，下屏用来控制。这波操作让你瞬间拥有平板才有的沉浸式体验，是不是6到7分？不用我说了吧？然后我们说说这个屏下隐藏式摄像头。我得说这是个好想法，但实际效果不太理想。首先，像素方面只有400万，也就是10年前的水平吧。拍摄啥我们就别要求了，视频一下还是没问题的。另外，这个摄像头的面部解锁经常出错，使用体验这里打了折扣，还好迅捷的指纹解锁救了个场。至于这个隐藏方面，在不是非常深色也不是非常浅色的背景下，隐藏效果还算不错。但是在全黑的背景下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一个洞；在浅色背景下，你可以看见一小圈的马赛克。优势方面在于全屏模式下看视频，这个隐藏摄像头肯定是好过打孔屏的永久黑洞，或者是 iPhone 的大刘海。我觉得对于三星的初次尝试，我们应该给予鼓励。另外几个小点给大家提一下。第一，在内屏全开模式下，外屏是完全被关闭的，使用不了。只有在使用外屏自拍的时候，打开拍摄预览，内外屏才能同时开启。第二，多任务 Fold 内屏支持最多3个任务同时开启，外加5个悬浮任务弹窗，最多支持8个程序同时运行，满足每个人的不同多任务处理需求。最后，作为首款支持 S Pen 折叠屏手机，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但有几个槽点不得不提。首先，外屏并不支持 S Pen， 想快速记笔记必须打开内屏，这是不是有点违背了快速的出揉？另外 ，Fold 的专用 S Pen 需要单买 ，Note 上的 S Pen 与 Fold 并不适配，而且还会损伤 Fold 的内屏，请大家不要轻易尝试。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用 S Pen 快速记笔记的方法。打开内屏，不管内屏有没有点亮，按住 S Pen 上的键，双击屏幕就可以开始啦。最后说一下重量和续航。Fold 3的重量是271克，当我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块可以折叠的板砖，但我们要辩证着来看。譬如新的 iPhone 13 Pro Max， 屏幕比 Fold 小，电池容量也比 Fold 低，但是重量却有240克。我觉得30克的增重给你2块屏，还有 fancy 的开合设计，不过分吧？唯一的小问题 ，Fold 折叠起来还是略有厚度的，对有些口袋可能不是非常友好。续航方面，哎呀呀！这个是 Fold 的阿克琉斯之种，120赫兹的高刷双屏，电池容量跟上一代相比还有减少，这不是逗我吗？满电使用下，屏幕点亮的时间只能维持不到4个半小时。对于不常使用内屏的用户，可能电量维持1天没有问题，但对于我这种中度用户，1天需要2充，时有发生。而且为了省电，不用 Fold 内屏，那我买 Fold 的意义在哪呢？对吧？那结束了为期1周的出色，我还是非常乐意向大家推荐这款盖乐世3代 Z Fold 折叠屏手机。尽管问题不少，昂贵的价格、不及格的续航、屏下隐藏摄像头的高开低走、后背3摄的炒冷饭等等等等，我都懂。但是这超棒的手感，媲美平板的沉浸式体验，还有让人侧目的未来式开合设计，就凭着每次开启内屏给我带来不经意间的嘴角上扬，我就觉得很值。不过我的朋友说我是花了最贵的价钱买了最后的手机即视感，我觉得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。但是放心，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好了，我是小黑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哦，因为我致力给你带来最棒的原创评测。那更多黑系列精彩原创，我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